曾经的日本女權究竟能有多離譜？一個沒有任何收入的女性卻能活得風生水起，每次出門不僅1毛錢都不用花，甚至還有3個男友爭相掏錢。這也便是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3個錢包。可為什麼到了如今日本卻沒有了女權組織，更是無人願意提及此事？今天莫言就為大家詳細講述日本女權30年的消亡史。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上個世紀中期，隔壁的小日本為了快速從戰敗中走出來，於是主動打破了數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讓那些在家中洗衣做飯的女性參與到日本經濟的發展中。不得不說，拋開民族情緒不談，任何國家解放婦女都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也就從此開始，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急速上升，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走向世界，走進職場，不再一味地窩在家中相夫教子。時間就這樣又過去了20年，日本的經濟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進入騰飛階段，而女性的經濟獨立促使她們開啟了第一次覺醒。這便是日本數千年來首次婦女解放運動。全國每個地方每天都在進行着不同規模的抗議她們在工作上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這一鬧就鬧了10年。時間到了80年代，日本的經濟來到了史無前例的巔峰，房地產和股市2大經濟體讓日本人的自信心空前膨脹，各大公司都在招聘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這就使得日本女性的職場地位越來越高，在大城市中確實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權。可日本數千年男尊女卑的民族文化可不是30年就能糾正過來的，絕大部分地區依舊存在傳統觀念帶來的性別歧視。於是日本女性在這個時候便開始了最初的維權道路，那便是在1985年時，日本同意了聯合國發布的消除任何形式歧視公約。此條公約中便包含男女性別歧視。日本在那個時候非常重視聯合國的想法，畢竟西方世界從始至終都是他們幕後的主導。於是日本女性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有了平權的機會，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哪怕是生育都不能違背女性意願。當然在這個時期女權組織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可時間僅僅過了幾年，他們的路就走歪了，甚至可以用歪的離譜來形容。80年代末期的日本女性毫無節制地揮霍來之不易的權利，她們的地位甚至堪比遠古時期的母系氏族社會，可享受權利的同時卻根本沒想過付出，並且當時日本女性的擇偶觀念發生了變態式的扭曲，對於配偶的標準只有一個，那便是3高。這裡的3高可不是高血糖、高血壓和高血脂，而是高顏值、高收入以及高學歷。而日本優質女性出門時還流行着3個錢包這個說法，意思便是出門逛街身邊必須有3個男人，一個負責開車接送拎包，一個負責買奢侈品結賬，最後一個負責請客吃飯。而這位女性她不用上班，也无需為錢擔心，更不用真的從追求者中選擇一個成為老公。隨着這樣的思想快速傳播，一些稍微優質的日本女性便朝着更極端的方向發展。這一次他們打算再次利用法律保護自己，但凡有男性和他們有肢體接觸便會被定義成猥褻罪，輕則罰款，重則進局子。有些無辜的男性根本無處申冤，只能自認倒霉。所以當時就出現了一種非常搞笑的情況，那便是男性如果在地鐵中不小心碰到了某個女性，而這個女性控告他猥褻，那麼這個男性就會使出日本傳統技能武士決鬥，二話不說上去就打，警察來了也只能判定為毆打他人或者互毆。時間到了1992年，日本的泡沫經濟徹底崩盤，股市和樓市一夜回到解放前，所有公司為了自保只能裁員，人們為了工作只能內卷，男性的優勢在這個時候起到了作用，而被裁掉的女性則失去了經濟來源，於是她們只能通過交男朋友或結婚才能抵消破產。但這個時候日本的男性也覺醒了，他們發現只要不結婚，生活質量急速上升，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摆爛。所以日本的生育率幾十年来年年屢創新低，而女性們的擇偶標準更是一降再降，從原來的3高變成了靈魂伴侶。靈魂伴侶這4個字看似高大上，簡單來說就是沒錢、沒學歷、沒顏值都可以接受，但只要幽默懂事就行。曾經轟轟烈烈的日本女權主義至此消散。